大家好，欢迎收看矮控的创世神宝可梦模组影片。这里是创造模式，是我用来检查翻译的地方。想要培育宝可梦之前，可以先在创造模式进行规划。我要在这里给大家了解我想要培育一只艾露雷朵。它是从拉鲁拉斯进化成奇鲁利安之后，使用觉醒之石进化而成。让我给大家看我想要的招式。第一个是黑色目光，这个招式主要是为了应对炎帝和雷公。当你遇到他们有可能会有吼叫招式，这个招式会强制结束对战，这将会永远无法收服他们。所以我们要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使用黑色目光来防止吼叫造成的对战结束。艾露雷朵可以透过遗传得到这个招式。第二个是电磁波，这个可以在不造成伤害的状况之下让对手进入麻痹状态。事实上，睡眠才是对于提升收服几率最好的异常状态。但是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睡眠只能持续几个回合，当对手醒来又必须再次使用。这其实在收服神兽这种长期战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用，所以我选择麻痹状态。当电磁波使用成功之后，麻痹状态不会消失，而且也可以造成对手的速度下降，甚至无法动弹。我觉得这比睡眠还要实用，所以我选择这个招式。艾露雷朵可透过招式学习器来习得这个招式。第三个是瞬间移动，这跟收服宝可梦完全没有关联，但是这是很实用的对战外招式。可以直接回到最近一次使用治疗床的位置，这个招式在拉鲁拉斯9级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到。第四个是点到为止，这个招式可以造成剩下1D HP， 不让对手倒下，这对于收服宝可梦是一定要有的招式。艾露雷朵可以在44级的时候学习到这个招式。至于性格的选择，因为艾露雷朵的总族值之中，防御是比较低的，而且我的招式配给之中并不需要特攻能力，所以我可以选用淘气这个性格来提升防御能力。让我来用宝可梦编辑器来给大家看我打算怎么分配基础点数。同样的，我打算把防御能力提高，并且把剩下的一半投资在速度能力上面，因为比对手更快使出招式，对于收服宝可梦是有利的，所以速度能力是需要提升的。这就是我想要培育的宝可梦。现在让我们回到生存模式的记录。首先，要培育宝可梦，我们必须可以看得到个体值。想要看到个体值，必须去模组的官方网站下载一个附加的模组，就是这个东西。下载下来之后，直接拖移到模组资料夹里面，然后我们进入游戏里面。这个时候，当你输入指令，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指令被拒绝了。这是因为你在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开启作弊。这里有一个暂时解决的方法，首先打开选单，直接按下公开至局域网，在这里把允许作弊打开。这样就可以查看个体值了。但是当你离开游戏再回来，你会发现指令又被拒绝了。如果需要永远保持开启作弊，我们就必须改变存档的档案设定。首先，我们可以在麦块百科找到一个可以更改存档档案的程式。
进入文章连结之后，进入下载页面。下载下来之后，开一个新的资料夹，把压缩档内容放进去。打开程式之后，可以看到自己的记录档名称。我们依序找到允许作弊的选项之后，把设定值从0改成1，然后按下存档，这样更改就完成了。我们再次回到游戏里面，你可以看到上面出现了允许作弊字样。进来游戏里面，直接打指令，就可以直接看到个体值了。哇，我的派拉斯特的速度个体值好低，配合他的性格，他的速度真是惨不忍睹，但是我还是会爱他的。好了，我们开始准备收服拉鲁拉斯来育种。我需要带着电脑，并且带一些精灵球。难得出远门，我还要制作一个探宝器。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它可以侦测玩家周围有没有隐形的奖励道具箱。好了，我们出发了。拉鲁拉斯栖息在桦木森林，我知道桦木森林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们可以开始探索这片桦木森林。才刚开始探索，就发现了拉鲁拉斯，这也许是好的开始。巢穴球很适合用来收服等级30以下的宝可梦，而且拉鲁拉斯身体的颜色是浅绿色的。所以巢穴球很适合成为拉鲁拉斯的家。这里分享一个有关宝可梦育种的知识，透过育种诞生出来的宝可梦蛋，是继承母亲的精灵球外观。所以现在当我遇到拉鲁拉斯，如果它是雌性的，我必须要使用巢穴球来收服它。远方那个建筑物是幽灵塔，就算是白天也会生成幽灵系宝可梦。我们晚点也会造访幽灵塔，在那之前，我想利用白天的时间收服拉鲁拉斯。这个是夜之石矿，夜之石矿总是生成在树底下，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是很难找到的。探宝器侦测到有一个隐藏奖励道具箱在附近，
你还可以在面板上面看到黄色箭头，只要照着箭头的方向走，就可以找到隐藏奖励道具箱。发现一只拉鲁拉斯，让我先把它收服起来。找到隐藏奖励道具箱了。发现一只野生的奇鲁利安，这是拉鲁拉斯的进化型。我认为有时候运气不好很难遇到拉鲁拉斯，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也收服起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先凑齐到拥有最高个体值的宝可梦，所以现在要尽可能把遇到的拉鲁拉斯和奇鲁利安全部都收服起来。总共有6项个体值能力项目：血量、攻击、防御、特攻、特防、速度。这6个项目我们都要收集到，这是在育种过程之中的第一个难关，是必须克服的。拉鲁拉斯逃走了，因为当他等级9的时候会学习到瞬间移动，所以我们有机会在对战的过程之中被他逃走。这是一只雄性的奇鲁利安，因为我已经收服过奇鲁利安，而且宝可梦蛋并不会遗传来自父亲的精灵球，所以当我遇到雄性的，我将会使用重复球。已经快要晚上了，希望可以在晚上来临之前再多收服一些。好了，已经晚上了，我们出发去幽灵塔。当你找到一个幽灵塔，矮控，我建议你一定要前往幽灵塔的最顶端，因为幽灵塔的最顶端固定会有一个隐藏奖励道具箱。为了要让想要培育的宝可梦可以拥有黑色目光，所以我需要在这里收服一只雄性的梦妖。妈的，这里有一个洞，害我吓了一跳。体型是有机会遗传的，这只梦妖的体型太小了，我不希望我的艾露雷朵体型太小，所以我不会收服这只。因为梦妖和拉鲁拉斯是在同一个蛋群，所以它们可以繁殖。我只要安排母亲是拉鲁拉斯，就可以生出拉鲁拉斯的宝可梦蛋。所以我不需要收服这只雌性的梦妖，我应该直接击败它。梦妖是在等级19的时候学习到黑色目光，所以我会尽量收服不要超过19级的雄性梦妖。栖息在幽灵塔的宝可梦大部分都是喜欢主动攻击的，所以在这里是有点危险的。我预计只需要一只梦妖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附近的村庄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收服到最高个体值的宝可梦。我们来先查看这些拉鲁拉斯和奇鲁利安的个体值。有关个体值的数值，最低是0，最高是31，所以只要宝可梦的个体值有任何一项是31，它就会是我们要拿来育种的对象。
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 HP 个体值是最高的拉鲁拉斯，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宝可梦。为了要在未来可以快速辨识，所以我要帮它更改名字。因为它是 HP 最高的，所以我直接将它改名为 H。太好了，有一只速度个体值最高的梦妖，而且它拥有黑色目光，是我们需要的育种对象。我要帮它取名为 S。我们现在有2只单项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这是好的开始。已经要日出了，我们可以继续探索桦木森林，收服更多的拉鲁拉斯或奇鲁利安。任何事情在一开始都是困难的，各位必须知道，在这个阶段，有很多时候你将会遇到最坏的状况。当你收服了很多只同样的宝可梦，结果没有一只的个体值是最高的，没有一只可以拿来育种，然后你必须继续不停地收服，这是必须克服的。这些是栖息在针叶林的蛋蛋，如果你想要取得很多的鸡蛋，你可以在日出或傍晚找到它们，它们会掉落很多鸡蛋。好了，已经晚上了，我们回去村庄查看这次的收获。让我来查看一下队伍里的拉鲁拉斯有没有瞬间移动。出来吧，拉鲁拉斯！我们只要切换对战外项目，就可以切换成瞬间移动，多么方便啊！我们已经回到村庄了。又到了查看个体值的紧张时刻，这一趟是否有可以育种的宝可梦呢？不错不错，有一只拉鲁拉斯的特攻是最高的，我要把它取名为 SA。接下来我也必须继续收服拉鲁拉斯或奇鲁利安，必须收服到其他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我会把过程剪掉。好了，这一趟的努力不知道有没有收获。好的，这一趟的努力是白费的。好了，这一趟收服到的宝可梦不是很多，但总要试试看。
看样子这一趟也是白费的。这一趟我的运气不错，收服了很多拉鲁拉斯和奇鲁利安。这只是防御最高的拉鲁拉斯，我要给它取名为 D。一只特防最高的拉鲁拉斯，我要给它取名为 SD。看样子这一趟非常幸运，收服了很多单项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让我筛选一下。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已经凑齐哪些个体值最好的宝可梦。好的，看样子我们只缺少攻击的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只要再努力一下，我们的收集工作就快要完成了。这一次队伍里面没有宝可梦有瞬间移动，所以我只好自己用飞行骑乘回到村庄。这一趟也是收服了不少的拉鲁拉斯和奇鲁利安。虽然没有我们最后缺少的攻击力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但是也是不错了。让我做个简单的筛选，留下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宝可梦。好了，希望这一次能出现我们最后缺少的宝可梦。出现了攻击的个体值最高的宝可梦，而且它的特防也是最高的，能收服到一只个体值同时有2个项目最高的野生宝可梦的几率是很低的，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让我来做一下基本的筛选。看样子我们只有2只雄性宝可梦，所以我应该再去抓1只雄性梦妖。让我们回去幽灵塔收服一些梦妖。好了，已经有一些候选。这里又生成了1只梦妖，把这只收服起来之后，我们再来决定要选择哪1只成为育种对象。非常好，这只梦妖有我想要的性格。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把它的等级提升2级，让它学习到黑色目光，就可以拿来育种了。很好，这样就没问题了。让我想想，应该要放牧哪些宝可梦。接下来我要制作红线和不变之石。不变之石的作用很有趣，让宝可梦带在身上就可以自动阻止进化。而如果让宝可梦带着不变之石去育种，下一代就会100%遗传一样的性格。红线的作用也是很有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下一代只会随机遗传父母的3项能力值，但是如果有带着红线，下一代可以随机遗传父母的5项能力值。好了，用来育种的宝可梦都准备好了。让我先制作一些最一般的精灵球，下一集我们会需要这些精灵球。现在我们要布置我们的育种环境，打造一个好的育种环境，可以让宝可梦更快生蛋。而且每个属性的宝可梦都有各自喜欢的方块，例如梦妖是幽灵系，喜欢的方块是这些。你可以在这个表格上面看到这些方块可以增加多少环境满意度。拉鲁拉斯拥有2种属性，它是超能力和妖精系，这些是他会喜欢的方块。看起来可以选择放置的方块变多了，但是相对的，你必须想办法同时满足这2种属性的喜好，才可以有效提升拉鲁拉斯的环境满意度。首先，我们先放置拉鲁拉斯喜欢的方块，我选择超能力系很喜欢的石英砖。接下来放置妖精系喜欢的蛋糕，我为了这次育种准备了很多的蛋糕。好，很显然我需要更多的蛋糕。为了有更多的蛋糕，我盖了一个建筑物，这是公鸡的造型。我在里面饲养了一些鸡，专门用来收集蛋。鸡的饲养是简单的，你只要击败很多鸟宝可梦，或是击败很多蛋，得到很多鸡蛋之后，再用投掷鸡蛋的方式得到鸡。很好，蛋糕是足够的。拉鲁拉斯的布置已经完成，接下来要放置梦妖喜欢的东西。我选择放置地毯。这里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你像我这样在石英砖上面放置地毯，
那么牧场机组只会把地毯列入环境满意度的计算之中，并不是同时把石英砖和地毯全部同时列入计算。这是2个不同属性的宝可梦的育种，所以育种的时候要注意双方的恋爱发展程度是否一致。看样子拉鲁拉斯的环境满意度较高，我必须在布置上做些调整。如果其中一边提早到达红色爱心，这是危险的，因为红色爱心不会一直存在，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就会回到最一开始的状态。双方必须同时处于红色爱心状态才会生蛋。好了，现在是一样的环境满意度，这样爱心的进展也不会有太大的落差。这一集本来还有更多的内容，但是我现在发现影片实在太长了，所以必须强迫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